极限，因为你在身边。你我的信念，经过了考验，不放弃，勇往直前。奔跑的少年，紧闭的双眼，就算是艰难挑战，青春就是坚持不懈，不惧一切，永不停歇。心燃烧，热情不变，相信明天，呼喊几遍，不断拥抱新的起点，不断改变，在这个瞬间，胜利的曙光，挥动翅膀，不畏暴风的飞翔，指引着我心中的方向，希望的曙光，闪耀光芒，不畏巨浪的起航，奔跑着，追逐着我心中最亮的地方。周亚军，干嘛呀，大呼小叫的？你知不知道小雪要参加短道速滑训练了？我知道啊。什么？那刚才那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。好了，我唐红娘在这个家里连点知情权都没有了。你知道，周然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哎呀，你干嘛去你啊？干嘛去？去林子。刘振宇，哎，师傅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唐雪在里边吗？唐雪她在上课呢，上课。啊，唐阿姨，唐师傅好。唐雪在里边吗？唐雪她生病了，她今天生病了，在宿舍休息呢。哦，对，我弄混了，发烧了，堂主。带我去宿舍看看，去看看。好好说话嘛，你可把这孩子给吓的。他没有上课，又不在宿舍，又没有生病，是不是？好好看看，他是不是转系了？是不是转系了？叔叔，他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他可能有其他的打算吧。有什么打算？也不能瞒着家里自作主张转系啊！这是小事吗？是小事吗？刘振宇，我再问你，唐雪到底在哪里？她在体育场。啊，带我去看她。你听我说嘛。我听你一辈子了，今天我不听你的，走啊！走。唐叔叔，你听我说，他主要是怕你不同意，所以才这样的。而且他意识到了短道速滑是他真正的梦想，所以他才这样的。他真的付出了很多，而且他转系并没有荒废学业，他有好好的上课的。而且他还说过，小的时候您最支持他短道速滑了，不是吗，叔叔？叔，您真的别生气了。我们堂主进这个短道速滑真的特别不容易。你说要是没有李宇斌那5万，他想进都进不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什么？他随随便便拿着别人钱了，5万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就想帮个忙。快带我去见他！上一次奥运城市杯的开幕活动呢，效果非常好。他们有意呢多做几期面对少年儿童的线下冰球宣传活动，想要邀请你，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
对你呀，对俱乐部，对奥运城市杯都有利。以琳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挺好啊，能够推广冰球运动，只要不和比赛冲突，我愿意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安排妥当的，我的小祖宗。喂，喂，在哪儿呢？你快来奔场！唐雪出事了！他怎么了？受伤吗？哎呀，我打电话给堂主了，他没有接，你快来吧！今天我们练习起跑，起跑技术的好坏对比赛结果有着最直接的影响，特别是你，唐雪。是。来，咱们准备开始。唐雪，你能不能蹲稳一点？哎呀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冲动啊！来，起来，咱们再来一次。来，准备。翅膀硬了是吧？会自作主张了是吧？行了，就让小雪出去说吧。哎呀，我问你，转系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跟家里商量一下？你的眼里还有父母吗？我想跟你们说来着，但我怕你们不同意，怕你们担心，你就什么呀？啊？你现在都几岁了？你在这条道上能有什么成就啊？啊，就算你滑得再好再棒，你能进国家队吗？能拿冠军吗？唐雪，你这就是任性妄为。爸，我是任性，但我没有妄为。我知道自己明确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也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。你当然知道你自己追求什么了，啊？一个打冰球的小子呗。你以为你们在寒假那些小九九我不知道啊？只是你做的太不懂分寸了。唐江，你够了啊！我是不是管不了你了？同流合污的，你别打岔。爸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就真的是那么一个不懂事、不会思考还不会判断的女儿啊？我甚至连分寸我都不懂。您觉得您这么多年就养出了这么一个女儿是吗？别人都说我不行，我无所谓，但为什么连您都觉得我不行呢？好了，现在你跟我回去，把后续的事情商量一下。短道速滑，以后再也不许跑。不然我连说都不说呀！还听话，听着。唐雪爸爸妈妈，请你们先冷静一下。哎，冷静一下。我是短道速滑队的教练楚霞。关于唐雪的事情，我想跟你们说明一下。要不来我办公室聊聊吧？好好好。小李，你带他们继续训练。好，来，咱们准备训练。这组约为2，来，准备。这边请。这个是小雪从开始到现在的训练记录，您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唐雪这个孩子，她并不是一个任意妄为的孩子，相反，她特别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，而且也愿意为之付出一切。自从她进入我们短道速滑队以来，她的成绩进步非常大，她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运动员。接下来我们队会去参加全国大学生锦标赛，我想给这个孩子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这个时候，
他也特别需要家长的支持和理解。楚教练，我们作为父母当然不想成为孩子梦想的刽子手，但是他受伤的场面，到现在。那个情景，那个画面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。楚教练，在运动这方面，你比我更清楚。在这个领域，10几岁出成绩进国家队的，大有人在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唐雪，首先她岁数已经不占优势了，而且因为受伤，恢复了1年多。现在训练起来，别说有什么突破了，就是能让她恢复到原来的状态，我想都非常的艰辛。我特别理解您的感受。我曾经也是运动员，我也特别理解唐雪。对于唐雪来说，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。你们作为她的家长，难道不希望她快乐吗？快乐，我们作为父母当然希望孩子快乐了，希望他快乐的生活。如果我们唐雪现在选择了短道速滑，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训练，参加比赛，但是没有如愿，他能经受这样的打击吗？能经受这样的打击吗？冠军能有几个呀？多少人这一辈子为了冠军，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的。有多少人能够干自己喜欢的工作，那不都挺过来了吗？作为父母，我们真的只希望孩子不走弯路，少走弯路。没错，冠军就那么几个，我们运动员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冠军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幸福感。或许唐雪做这件事儿，短道速滑对她来说是一时头脑发热，那她可能只是后悔一阵子。如果她从来都没有尝试努力过，她会遗憾一辈子的。老唐，我觉得教练说的是对的。当初我知道小雪又重新开始练短道速滑的时候，我也纠结过。但是孩子长大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学会放手了？我还记得陶雪小的时候都是你带他去练短道速滑，你那时候回来跟我说，哎呀，雪的这个兴趣爱好太好了，看看那孩子在那冰上玩得多开心啊。可是为什么现在你就想不明白了呀？我宁愿担心，也不愿小雪不开心。我作为唐雪的教练，真的觉得她很有天分。如果您真希望她放弃，至少咱们看看她后面比赛的表现，再做决定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教练，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。我跟他回家，我们俩再商量商量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。谢谢。那我们就先走吧，哈。好。对不起，我一直都只顾着自己喜不喜欢，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感受，是我不对。对，有的话我还是想跟你们说，我重新选择短道速滑，不是一时头脑发热，是选择了一场赌局，一场时间、年龄都不占优势的赌局。可我现在既然已经站在了命运的轮盘上，也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如果我赢了，那就说明处处都不占优势的
天生就应该当运动员。如果我输了，我认命，立刻放弃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这个呢是你之前借给雪儿的钱，我把它存到了这张卡里。这个密码呢是你手机的后6位，赶紧把它收好啊！谢谢你啊。这老话说的真是对啊，在家呢靠父母，出门呢还真得靠你们这波朋友。谢谢谢谢。叔叔阿姨，其实这钱呢，之前唐雪已经还了一部分。还了？雪儿，你这钱你怎么还的？从每个月生活费里攒出来的。我知道我自己训练费要自己担，我没那么傻。哎呀，这孩子，你这是身体不要了，你这。叔叔阿姨，之前是我自作主张给唐雪垫的训练费，她一开始不知道。不过后来她留队是因为她自己的实力，而且楚教练也同意了，跟训练费没关系。这样，我想和李宇彬单独谈谈。爸，哦，啊，好，那个雪儿，带我看看你学校去啊。那个，你们先聊啊。哎呀，走了，走，快，走了，走。小院儿挺大的呀，啊。哎呦，这还有个湖啊！妈啊，我爸要跟李宇彬说点什么？不管说什么，是不是心里话总得说出来，那样问题才能解决呀。闺女，养了快20年的大白菜，哦，马上让个狗子给叼走了，还不能唠叨了。白菜养不了20年，而且人家也不是狗。哟，不是狗子啊。那也不知道谁在家整天一提到李宇彬就狗子的叫着，那也只能我叫。行了，真是女大不中留，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咱回去看看。哎呀，别回去，你回去干什么？你爸还能吃了他？我爸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一直不赞同你跟小雪在一起。过去是，现在也是。过去我不赞同，是因为你欺骗唐雪；现在不赞同，是因为你的职业选择。我打听过，你已经跟校东队签约了，那你的将来势必要参加职业球赛。这赛场的风险，我不说，你也比我更明白。小雪呢，平常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但是我清楚，她的内心比任何人都软弱。如果你在赛场上受伤，受的是重伤，那么对她来说，将是沉重的打击啊！担心、害怕失去最重要的人，这种煎熬我已经经历过一次，我不想再经历第2次。我也不希望小雪经历这样的煎熬。哎呀，你只有作为了父亲，才会真正理解我现在的感受。我理解，我妈妈也不敢看我的比赛，因为她和您说的一样，害怕我受伤。但她依然支持我打冰球，
只是因为我喜欢。我有一群好队友、好兄弟，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，共同协助，争取获得每一场比赛的胜利。冰球对于我们而言，就是一个我们共同守护、拼尽全力去奋斗一生的梦想。当然，我知道，赛场上少不了的是冲撞，还有受伤，但是冰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肩负责任、面对困难时的勇气，还有永不放弃的体育竞技精神。如果因为害怕受伤就放弃冰球，那我永远只能是那个不信守承诺、遇到问题只会逃避的12岁小男孩。是，我承认你现在过得很好。再过5年，再过10年，普通人20几岁的时候才刚刚步入社会，但是一个运动员，也许就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我也不知道我能够走多远，但我知道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不断努力，中国才能成为冰球强国。在我们的冰球运动员中，迟早会出现像徐峰这样的人，活跃在世界顶尖的国际比赛之中，告诉全世界，我们中国人也能打好冰球。雪儿，好好练啊，我等着你个好消息呢。吕冰，你也加油啊！加油会。爸，你说点儿。我不希望你能赢得比赛，这样你就彻底死心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这……当然，如果赢了，那就好好练吧。雪儿，别再受伤了，爸妈年纪大了，真的受不了。谢谢爸，你们放心，我肯定照顾好自己。好。走吧，别让人等久了。哎，你回去吧啊！行了，快走吧，来不及，回吧。哎，拜，回去吧啊！再见。我爸可算松口了，不过他的确来的也太突然了一点，我一点准备都没。你爸怎么知道的？我妈说他是在边城的朋友圈看见的，然后就发现了。来，我看看。有点奇怪啊，这照片也不是近期发布的，都是上学期的，怎么现在才发出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他故意的？不至于吧，边城。你就这么相信他呀？因为他也不知道我瞒着家里这事儿啊，只有周冉知道。我妈说她就是从周冉那知道的。是吗？可是我总觉得没有这么巧，要不去问问周冉？别，那不是把唐僧送给妖怪？哎呦，八姐，为师当年的早餐不也是你安排他送回来？那时候你还不姓唐。我什么时候改姓唐了啊？现在。原来唐雪的抱抱是遗传自他爸爸。彪儿姐，不是唐雪他爸最后什么态度啊？说要看他这次锦标赛的成绩，如果不好的话，他可能就要放弃了。什么？放弃短道速滑？
你这是下军令状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就是那个时候看见他们那样，我挺心疼他们的，然后一时大脑空白，气血上涌，然后就脱口而出了。这就是亲情的力量。可我知道我爸根本不想让我练短道速滑。父母永远无法战胜就是自己的孩子。唐雪，加油！我真的，我现在根本不担心我自己，我现在就担心李宇彬。你们都没有看见今天我爸看李宇彬的眼神儿，杀他10000回都不足以。那么狠啊！喂，唐雪啊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听唐叔叔说他去学校找你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的这些照片会让唐叔叔这么生气。我不知道唐叔叔他反对你练短道速滑。你也不是故意的，没事，那过2天就好了。你还好吧？哎，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。哎，要不然我送你一双定制的冰鞋，全当表达歉意。这别，太贵了。你肯定还是在生气。真没有。那至少让我请你吃顿饭吧，要不然心里会很不安。那行。请慢慢用。我姑跟我通了个电话，你发那个朋友圈啊，可真是个重磅炸弹呀！尤其是我姑父知道是李宇彬给唐雪垫付的训练费，现在更加肯定了，如果没有李宇彬的话，唐雪不会重新开始训练的。这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阻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就一点儿都不担心唐雪怪你啊？我只不过是如实发了一组调研照片，实话实说，他有什么理由来怪我？光明正大的告密，这一招啊，真是有你的。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也是力不从心了。也该让那丫头受点委屈了，谁让她抢走我的评审呢？现在啊，有了她烦了。其实我也不想这样。你是不知道我姑父啊有多反对唐雪继续滑冰啊！以我姑父的脾气，他这次啊肯定被骂惨了。不过，他要是下次还是取得不了成绩的话，他是不是就要真的放弃了？他一定……周然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一直在说唐雪？有吗？你好像并不关心你的李宇彬。你真的喜欢他吗？我喜欢他呀。喂，是不是你看到唐雪要受委屈了，所以你后悔了？让唐雪被指责，本来就不是我的目的。我想要的是让唐叔叔站出来，反对李宇彬跟唐雪在一起。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。好吧，那你快说一说，你接下来想怎么办？这些手段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外力，关键是他本人怎么想的。所以，我们要在他们本人身上多下功夫。我还要参加大学生新闻评选的活动，要早点回去准备，要不然我们先走。好吧。
在吗？我今天听到一个秘密，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。保守秘密时，秘密是中谱；泄露秘密时，秘密是祸处。可如果他们在伤害别人，我也要替他们保守吗？参与密室的双方，要么是神圣的同谋，要么是肮脏的同谋。如果是后者，你就听从你的内心声音吧。走，兵，走，收。太阳从西边出来啊！今天你怎么那么勤快，胖子？我有事找冰冰。我跟你说，我知道唐雪爸爸为什么突然来了。暗箭伤人，这俩人够阴的啊！我也没想到我的女神是这样的人，我算是脱粉啊，但是我还是怕他们搞什么小动作。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。李教授您好，我参加了新闻评选活动，这是我准备的几个议题，您帮我看一下。好，这几个都不错，等会后我们再细细讨论。好的，谢谢李教授。好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3亿人上冰雪主题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省体委办公室的周主任。大家好。首先想问一下周主任啊，国家在申办冬奥会成功以后，提出了3亿人上冰雪，冰球运动也是其中的一环。但是很遗憾，相对于其他的冰雪项目，冰球运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。不知道周主任对此有什么看法？其实啊，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大力的推广冰球运动的发展。现在好多的大学院校都已经采取了校企联合的模式，引资入校，这对发展冰球运动的发展，也为培养冰球运动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非常好。边正同学啊，我之前看过你一篇报道，是有关林大骁龙队校企联合的报道，非常好。今天还是由你来说明更合适。周主任真是太过谦了。那我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，国内首支校企联合球队林大骁龙队，在上一赛季当中，他们整合了高校和俱乐部的两方资源，不仅在联赛当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也发挥了示范性的效应。据我了解，在本赛季开始之前，真实集团就注资了临城的黑蝎队。黑蝎队是继骁龙队之后的第2支校企联合的队伍。相信日后校企联合的模式还是在国内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广，会涌现出更多的队伍。我们也会做更有深度的调研采访，就国内冰球运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，做一系列的跟踪报道。边成，我觉得现在正在拍摄，请你出去。我要和你玩了。周主任，不如我们休息5分钟再继续。也好。请说。停止你的小动作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让唐雪被指责本就不是我的目的。唐叔叔站出来反对李宇冰和唐雪在一块儿，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。这话是出自你口吧？昨天你还和周冉一起讨论这个事情，
怎么？是男人呢？直说吧。是我说的，但是我是为了唐雪好。就像唐叔叔说的，唐雪她现在早就不适合短道速滑了，是她自己执迷不悟，放弃才是最优方案。那也应该是他自己的选择，用不着你或者唐叔叔来替他选择。坦白来说，你不也是为了留住唐雪，才替她垫付训练费的吗？你就没有私心，你就不是在左右她的选择？说白了，我们都一样，为了既定的目标各凭本事吧。你是这样的人，就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人？我告诉你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自私的。我是绝对不会让唐雪跟你在一块儿的。我很了解唐雪的性格，我这样做根本就影响不了她的梦想。我这样做，仅仅是想让唐叔叔知道你有多不合适而已。就像唐叔叔认为的那样，只要你一直打冰球，伤病就是你的达摩克里斯之剑。爹懂。悬在头顶上的剑怎么回事？只要掉下来就会连累唐雪，而我才是那个能给唐雪安全和幸福未来的人。李玉冰，算你倒霉，谁让你非要挡在我的目标前面？当时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们在一起，但是我可以让你们分开。哪来的自信？在唐叔叔心里，我是明大新闻系的高材生。执笔从文，前途光明又平安，而你就是一个打冰球的，对抗性大又有风险，让唐叔叔提心吊胆。唐雪现在就算再喜欢你，她也要考虑到将来啊。我可以等1年、2年、5年，看看谁能想到最后。亮亮，唐雪，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？我怕你自责，专门跑来跟你吃饭。变成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没有李宇冰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我不敢。哎，干嘛把我拉出来？我告诉你啊，真的讲究欠揍。他和周冉计划了这些，周冉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唐叔叔。周冉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久等了。我们可以继续了。今天的采访由其他同学主持，谢谢你参与。为什么？边城同学，你知道做新闻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我已经在你刚才的议题上做了批注，希望你能做到。李宇冰是不是来找你了？他毁了我的新闻采访。难道我们的对话被别人听到了吗？不重要了，我想以后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见面了。我也帮不到你。我知道是谁都很难接受这种打击，但是你不会倒下的，对吗？你不要以为自己很了解我，更不用安慰我。边城，
难道你就要这样放弃了吗？我会自己想办法的，反正你也帮不到我，你得不到李宇冰的。你凭什么就这么确定？你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你只不过是想要赢过唐雪，你嫉妒他。那你又是真正的喜欢唐雪吗？她也只不过是你的众多目标之一，不是吗？就是因为喜欢，他才会是我的目标之一。喜欢一个人，不是应该祝他幸福吗？在你的目标和他的幸福之间，你选择的又是什么呢？这一秒像梦一般的心跳，只有你能够明了。你的眼睛像星星在我夜空闪耀。第一次牵你的手心，乱了呼吸，如此沉迷，就像是摘去了星星那般幸运。这一秒像蜜一般的味道，是你给我的讯号。你的拥抱像海盗，微风暖暖围绕。第一次确定你的心，不能相信，湿了眼睛。想陪你去每个天明，带你飞行。在大大的世界，温柔的握紧你守护的秘密，秋天般的惊喜，如此幸运，是你给的应许。抱紧你的勇气，从此不再分离，爱的没有道理。当遇见你，第一次看到你的微笑，我就丢了心，命中注定。想和你拉着手到彩虹上面去旅行，摘一颗星，偷听你每一个心情，让星星去圆你每个梦境，收藏你每一个表情，那是属于我的四季。这一秒像蜜一般的味道，是你给我的讯号。你的微笑像海盗，微风暖暖围绕。第一次确定你的心，不能相信，湿了眼睛。想陪你去每个天明，带你飞行。这一秒海风微甜的味道，是你给我的讯号。这一秒阳光一样的微笑，像是蜜桃轻轻摇，绽放爱的美妙。这一秒像梦一般的心跳，你的眼睛像星星在我夜空闪耀。第一次牵你的手心，乱了呼吸，如此沉迷。抱紧你的勇气，从此分离，爱的没有道理。当遇见你。